618还没开始，各地的以旧换新补贴就已经一个接一个停了。重庆、江苏、四川、河南、浙江、甘肃，每一个被按下暂停键的城市，都是一封写在补贴破产书上的讣告。国补的初衷是刺激消费、救经济，如今却成了电商平台的游戏、厂商涨价的遮羞布、虚假订单产业链的温床，以及地方财政赤字的又一根稻草。我们原以为是政府在救市，后来才发现，连政府自己也就不动自己了。2025年6月6日，一个平常不过的日子，但重庆人那天打开国补页面，发现所有补贴都已经下线，不是升级，也不是维护，而是钱用完了。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工作人员亲口证实，总共12个亿的补贴资金已经发完了。别说重庆，江苏也差不多。6月5日，京东、淘宝的江苏国补页面已经全面冻结。商务厅的回复是，从6月1日开始，线上线下限额管理，等于是打了提前封顶的算盘。网民哀嚎一片，以旧换新换成了以旧换气，手机没换上，心态先崩了。而且这还只是开始。根据公开信息，自2025年5月起，甘肃肃州、江苏扬州、镇江、辽宁营口等地就陆续发布了家电补贴暂停通知，原因一致，补贴资金已耗尽。这不是孤立现象，而是系统性崩塌的前兆。这场由中央主导、地方买单的补贴运动，在中西部更是几近瘫痪。理论上，地方政府只需承担5%至10%的成本，就能换来中央国补的扶持。但现实是，中西部财政本就捉襟见肘，再加上产地主要集中在东部，最终结果是中西部掏钱，东部拿好处。你能想象一个财政吃紧、工资都发不出的西部城市，去掏腰包补贴东部电器厂商的用户？这种反向割肉的政策，别说百姓接受不了，地方财政也撑不住。这不是扶贫，是劫贫济富。理论上，国补应该是全民福利，但实际上，它已经变成了大平台的流量毒药。补贴发放机制通过京东、淘宝等平台操作，中小商家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。据相关行业统计，80%以上的补贴订单集中在几家头部电商平台上，地方家电商家、个体经营者订单暴跌。一位安徽合肥的电器店老板在微博上吐槽，补贴出来后，我们的店反而更难做了。客户说网上有国补，便宜几百块，我们根本拼不过。你没听错，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扶持，用纳税人的钱扶持几家已经垄断的巨头，然后再把中小商户扫地出门。更魔幻的是，补贴不仅没补到消费者，反而滋生出一条完整的骗补产业链。据某地工商内部人士透露，部分厂商提前提价，再配合平台降价，加上补贴，消费者看似买到了便宜货，实际上价格根本没降。更有甚者，通过虚假交易、批量退货等方式套取补贴资金。有机构估算，2024年全国范围内的骗补金额可能高达数十亿元。一边是普通人抢不到几百块补贴，一边是灰产团队一天几十万的套利流水。这就是现实。你排队排断腿，也抢不过用脚本刷单的人。中国从2024年3月起高调推出以旧换新，今年初还信誓旦旦宣布补贴范围扩大到12类产品，口号喊得山响，手机、电脑补贴15%，电饭煲也有钱拿。但政策的实质是啥？寅吃卯粮。所谓以旧换新，实际上是提前透支耐用品消费的能力。一个家庭的手机、电视、冰箱用几年不坏，这种消费是一锤子买卖。一旦提前消化，未来3-5年的消费将面临真空期。这也正是为什么从2025年第一季度开始，中国家电、
手机销量反而同比下滑。据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公布的数据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家电市场总销量同比下降 6.3%， 其中中低端产品销量下滑最为严重。补贴非但没能刺激消费，反而加剧了消费疲软。中国经济的根本矛盾是供需失衡。政府用几十年打造了一个投资拉动、供给过剩的体系，而普通家庭收入却没有相应增长。简单说就是你拼命造电饭煲，但老百姓没钱买。而收入差距的背后，则是权力与资本的联合掠夺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4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仅为 3.8%， 而商品住宅均价却上涨了 6.2%， 再加上教育、医疗等成本上涨，居民消费意愿持续下滑。而政府呢？地方财政普遍赤字，早已无力承担新的刺激政策。据中国财政部数据，截至2025年3月，全国有超过24个省份的财政赤字率超过 60%。有媒体披露，多地财政入不敷出，公务员工资延迟发放，甚至削减。可即便如此，各地依然被迫硬着头皮推出以旧换新、家电补贴等政策，试图用财政最后的余粮来撬动消费。这种做法看似热闹，实则是透支未来的繁荣幻想。但补贴的游戏终究是饮鸩止渴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的问题根本不在消费端，而在生产端，在分配端，更在制度端。2025年，中国家庭的真实消费能力已经跌到谷底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仅为 4.1%， 而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仅为 3.6%， 远低于疫情前 6% 至 8% 的水平。与此同时，居民杠杆率持续攀升。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居民部门杠杆率高达 64.3%， 相比10年前翻了1倍，而中产及以下家庭的储蓄率却创下新低，靠掏空钱包完成的消费，根本没有可持续性。北京清华大学的一项调研指出，中国城市家庭中有近 40% 的家庭已经不再具有新增消费能力，尤其是房贷负担严重的年轻家庭，几乎榨干了每一分钱用来还贷、生活和养育孩子。而此时，以旧换新的国补政策看起来像是在救市，实则是在强推一场并不存在的繁荣幻想。最悲哀的是，连这点幻想，如今都快演不下去了。从表面看，国补是在帮助消费者，但事实是，钱进不了消费者口袋，而是绕了一圈进了平台、厂商、地方财政的灰色夹缝。第一层，平台抽成。无论是京东、天猫还是拼多多，这些大平台都通过算法推送、营销资源倾斜，将补贴商品向自己的大店集中，最终形成垄断。中小商户根本抢不到流量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订单流失。第二层，价格操纵。多家电商机构数据显示，自国补启动以来，同类产品在平台上的均价普遍上涨 8% 至 12%。也就是说，补贴的钱，消费者一分钱没省，却帮助商家完成了提价。第三层，虚假订单，骗补猖獗。大量黄牛团队利用技术手段，大量刷单，注册假用户，然后将国补额度套利变现。这已经形成完整的黑灰产业链，从微信、QQ 群招人，到商家配合套单，再到代办机构协助报销，整个过程公开透明，监管形同虚设。据腾讯深网调查，仅在2025年一季度，全国通过虚假手段套取国补的金额就高达18亿元人民币，而这一数据还远未完全披露。第四层，权力寻租。为什么国补不直接打到消费者账户，
而要通过繁琐的申报、验收、平台审核流程。业内人士一语道破天机，因为这样才有操作空间。每一个环节都藏着审批权、资源分配权，而每一个权都可能是交换、回扣、利益输送的渠道。在地市层级拿到国补资源的，往往是有关系、有门路的大商家、小圈子，中小微企业依旧被排除在外，老百姓只是做了一场被消费的表演。其实，最懂这个游戏要崩的人，不是中国普通人，而是地方政府自己。你看他们的行动就知道了，不是主动推进，是被要求；不是积极筹钱，是能拖则拖。财政吃紧的今天，哪怕只掏5%的自筹资金，对许多县市区来说都已经是负担。2024年底，全国有超过200个地级市财政收入负增长，其中1/3的县市财政自给率不足50%，地方债务高企，土地财政崩塌，让他们根本没能力再玩这种虚假繁荣的游戏。根据中诚信国际评级发布的数据，截至2025年第1季度，全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已突破75万亿元人民币，其中多数集中在地级市和县级单位。在这样的现实面前，再大的国补计划也不过是纸上谈兵。国补的本意是用国家财政资源来激活市场，帮助消费，刺激内需。但最终，这一切都成了纸面文章，钱没花在刀刃上，却流向了权力寻租、平台垄断和欺诈套利。老百姓本就收入紧张，却还被薅了一遍羊毛。政府财政已经捉襟见肘，还要装出我还能掏出3000亿的强势。厂商赚着虚假繁荣的钱，却完全不思进取，继续靠补贴红利度日。这不是刺激消费，这是在摧毁信任。消费者一次次看到商品涨价、补贴缩水、流程复杂、审核不透明，他们会在下一次补贴政策发布时自动绕开。平台靠刷数据、刷销量制造繁荣景象，但消费者的钱早就掏空，谁还买账？厂家靠补贴过活，却忘了最重要的是把产品做好，价格做实。补贴撤了，他们什么也不剩。当补贴资金枯竭，当地方政府纷纷叫停，当618还没到就开始退潮，这就已经说明了一切。中国不是不想刺激消费，而是已经没钱可花了。国补是一剂强心针，但打下去之后，心还是跳不动了，那就不是药的问题，而是心本身已经坏了。中国人正生活在这样一个时刻，一个连假装繁荣都开始崩塌的时代。